英国浓缩铀直供乌克兰，乌克兰要发展核武器了吗？G7峰会刚过，英国就甩出一张王牌，要向乌克兰供应浓缩铀，为乌克兰的核能发电续命。就在同一天，此前纵火袭击斯塔莫的凶手被判刑，幕后凶手竟然是俄罗斯境内组织。与此同时，印太也传来了消息，美国要在澳大利亚建立永久军火库，实际上就是军事基地的存在。英美的核潜艇也要轮流驻守澳大利亚。那么乌克兰拿到浓缩铀后，能够发展核武器吗？斯塔莫遇袭的背后，真的是俄罗斯在操纵吗？据英国政府官网6月16日爆出的消息，就在G7峰会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斯塔莫直接掏出了一份价值2.1亿英镑的大单，向乌克兰供应浓缩铀，由英国核燃料巨头欧洲铀浓缩公司供货。英国出口金融局提供融资担保，收货方就是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此外，英国已经确认将为这笔大单提供政府担保，换句话说，这笔交易将由英国政府兜底，出事了伦敦负责。其实这份协议不是什么新鲜东西，2023年的时候，欧洲铀浓缩公司就已经与乌克兰签了一份直到2035年的长期合同。这一次的协议就是此前核燃料供应协议的延续和升级。把这些加起来，英国对乌克兰能源安全的总支持金额已经超过了4.9亿英镑。而且这还是一笔双赢的买卖。据英国首相办公室披露，超过1/3的浓缩铀来自英格兰西北部的加工厂，这批核燃料直接拉动了英国本土的高技能就业，整个供应链带动的岗位超过4500个。跟随这份协议一起甩出来的还有斯塔莫的表态，英国将在必要时间内与乌克兰站在一起。英国这波援助是真的送到了乌克兰的心坎上。虽然现在才6月，但是乌克兰要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打算。除了战场上的弹药，另一个主要缺口就是能源。据路透社报道，战争爆发前，乌克兰其实就是主要依赖核能发电，核能发电占比超过一半。那时候他们运营着4座核电站，共15个发电机组，火力发电能顶上35%的需求，水力发电也能贡献一部分。但欧洲最大的那座核电站，也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被俄军早早盯上抢走，几个月后彻底关停。然后就是俄罗斯对能源设施源源不断的打击。根据基辅智库迪克西集团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把乌克兰所有的主要火电站和水电站打了个遍。仅仅是2024年1年，9约10吉瓦的发电能力被毁或受损，而乌克兰全国总消耗能力也就18吉瓦左右。火电和水电派不上什么用场了，要发电就只能靠核能。据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自己披露的数据，核能发电在乌克兰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一路飙升。战前还只能说大概过半，但现在就是差不多占了60%的分量。到了冬季，这个数字能冲到70%，甚至是80%。但问题是，乌克兰现在只有3座核电站在运转，总装机容量7.7吉瓦，而全国的用电缺口大约10吉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送来的核燃料就尤为珍贵。而俄罗斯方面一得知这个消息，瞬间就破防了，一堆人争先恐后跳出来，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英国怎么能向乌克兰提供浓缩铀？乌克兰是不是想要发展核武器？其实，英国这次供应的浓缩铀浓缩度根本达不到武器级，制造核武器需要的是铀235纯度超过90%的高浓缩铀，而英国给乌克兰的是正儿八经的民用反应堆燃料，这东西离造核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俄罗斯那帮人集体炸了毛，才不管这些技术细节，又说这批铀可能变成核武器，又说英国可能在核燃料的掩护下向乌克兰运送脏弹，这一套小连招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开战以来，每次没有给乌克兰送点什么硬核支援，俄罗斯就要编一套乌克兰要拥核的剧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之前还散布过消息，说英国和法国积极努力向基辅提供核弹头和运载系统，这一次的核燃料只是又给了他们编剧本的借口而已。不过要真的说起来，乌克兰不是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就在6月初，火点的联合创始人丹尼斯·施基尔曼在接受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对乌克兰来说，制造核武器没什么难的。这可不是在吹牛，乌克兰手里攥着苏联时期留下的核工业老底子，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还在，这是苏联时期的核物理研究重镇。苏联人就是在这里成功实现了首次原子核的人工分裂。核反应堆也有，就在基辅，只是被关闭了而已。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乏核燃料库存，分布在各个核电站和切尔诺贝利。导弹投送系统更不用多说，全是现成的，比如升级版海王星巡航导弹。俄罗斯方面还怀疑乌克兰仍然保留着苏联时期的核工业人才，以及一批未被销毁的老旧离心机。毕竟苏联的遗产实在是太丰厚了，
谁也不清楚乌克兰手里到底有没有那些东西，也不敢赌。这些东西零零总总加起来指向一个答案。从纯技术角度讲，乌克兰确实存在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问题是有能力造不等于一定会造，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乌克兰如果真的要发展核武器，首先要面临的就是浓度问题。铀235的浓缩度需要达到超过 90%， 而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是民用核电站燃料级别的低浓缩铀，浓缩度通常在 3%到 50% 间。从 3% 到 90%， 这是天壤之别，需要庞大的电力供应，需要离心机夜以继日的运转。别的不说，单是一个电力就足以劝退现在的乌克兰。就算乌克兰能解决电力问题，甚至解决面前的一切障碍，完全有条件去发展核武器。摆在乌克兰面前的是要怎么搞。布达佩斯备忘录也不是废纸，在这份文件里，乌克兰放弃了世界第3大核武库，换取了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安全保证。虽然泽连斯基此前曾经说过，当年放弃核武器换来的安全保障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和一个重大错误，但即便如此，乌克兰至今仍然遵守着这份协议框架下的义务。一旦乌克兰迈出拥核那一步，一方面没有无法容忍，另一方面反而给了俄罗斯机会。普京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正当理由，不顾一切让战争继续升级，然后把锅甩给乌克兰。所以这一步对乌克兰来说，付出的政治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当然，如果走到这里，摆在乌克兰面前的还有一条路，比如像伊朗那样偷偷搞，那乌克兰面临的是 IAEA 这一关。乌克兰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签署协议的，所以 IAEA 会持续监控核电站运营。乌克兰一动 ，IAEA 立马就能发现。而且乌克兰那个反应堆在基辅，距离俄罗斯边境太近，只要反应堆启动，那么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惰性气体几乎很难逃过俄罗斯的监测，所以想偷偷搞核武器可能性很低。这样算下来，结果很明显，乌克兰不是没有能力搞核武器，但是综合各种现实因素，根本不能搞。那俄罗斯这么激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最主要的还是给乌克兰泼脏水，像以前一样，持续渲染乌克兰的威胁，最好让外界觉得就是乌克兰哪里不好，俄罗斯是正义之师，以此来遮掩他们的侵略本质。另一层原因是他们确实怕了，不过怕的不是乌克兰拥核，而是乌克兰拿到核燃料，核电站继续运转，乌克兰有电了。俄罗斯之所以盯着能源设施炸，就是想趁着冬季的恶劣天气把乌克兰人冻死饿死，让乌克兰熬不过冬季，他们一举进攻拿下乌克兰，或者乌克兰扛不住投降，他们趁机收割乌克兰。如果英国把核燃料送来，乌克兰能撑过冬季，还有继续战争的余地，他们的小心思彻底落空。偏偏他们找不到别的理由来反对一笔纯粹的民用能源交易，就只能硬往核武器上扯。事实上，屡次挑战红线的是俄罗斯。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前就发出警告，乌克兰核电站附近的军事行动显著增加。仅在过去2周内， IAEA 人员在乌克兰几座核电站周边就监测到超过100架无人机，有些距离核设施只有2公里。IAEA 在罗夫诺核电站的团队被迫躲进掩体，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多次听到枪声。最严重的一次，一架沙河的无人机直接撞上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核燃料储存设施，而在袭击地点几百米外就存放着发核燃料，也就是已经燃烧过一段时间但无法继续维持有效核反应的燃料。这类燃料铀浓度较低，一旦遇袭，虽然不会引起核爆炸，但是却会导致严重的放射性物质泄漏。这一系列事件使得 IAEA 总干事格罗西也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的核电站形势十分具有挑战性。那么到底谁会对乌克兰的核电站动手呢？真的很难猜啊。乌克兰发展核武器还是没影的事儿，但是在伦敦，一桩大案已经落定，英国首相斯塔默多次遇袭，背后是俄罗斯组织的手笔。就在英国宣布要给乌克兰送浓缩铀的同一天，伦敦老贝利法院的判决结果也出炉了。22岁的乌克兰籍建筑工人罗曼·拉夫里诺维奇和27岁的罗马尼亚籍公民斯坦尼斯拉夫·卡尔皮乌克被判共谋纵火破坏财产罪，他们烧的就是斯塔默。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25年5月8日，在伦敦北部肯蒂什镇，拉夫里诺维奇烧了一辆丰田 IAV4， 这辆车曾经属于斯塔默。5月11日，他跑到伊斯灵顿，在一栋斯塔默住过的公寓楼门口放火。然后是5月12日，还是在肯蒂什镇，斯塔默搬到唐宁街前的居所起火，接连3次明摆着冲着斯塔默去的，而结果这人还在法庭上喊冤，说自己不知道目标和斯塔默有关。那他没事放什么火？难道就这么巧合，闲来无事放火，刚好全烧了斯塔默的东西？这种说辞谁会相信？英国顺着这个人挖下去，得到了一个答案，80%是俄罗斯干的。因为拉夫里诺维奇是通过电报
被一个化名叫 E.L. Money 的人招募的。E.L. Money 用俄语和乌克兰语和他沟通，承诺支付数千美元的泰达币作为报酬。而这个 E.L. Money 的真实身份被 BBC 搬了出来。叶夫尼根·柳克申，23岁，是一名俄罗斯外交官，也是俄罗斯高官的儿子，曾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接受过信息战专业训练。哪怕不是这个人，起码能确定是个俄罗斯人，因为在拉夫里诺维奇第3次纵火之后，E.L. Money催他赶紧跑路，给他的暗号好巧不巧就是天竺葵，刚好对应俄罗斯的无人机。这简直是告诉所有人，不装了，我就是俄罗斯的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算说事情和俄罗斯没关系，估计也没人相信。毕竟这一套下来，全是俄罗斯混合战争的经典操作。如果陆地上的纵火还算隐蔽，那海面上的挑衅完全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耍横。就在英国扣押了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之后，俄罗斯军舰居然向英国民用游艇开火了。开火的正是黑海舰队的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这艘军舰为了护送影子舰队油轮，一直在萨福克海岸附近徘徊。事发地点在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处，刚好位于英国领海之外。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游艇的逼近给他们造成了威胁。他们先是用无线电喊话，没人理，然后发射信号弹，游艇没反应。等到两船距离缩短到150米的时候，他们老大就下令用轻武器沿游艇航向开火警告。游艇上的夫妇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据 BBC 报道，俄军舰艇鸣响了5次汽笛之后，他们就立即向左转了2度，明确表示看到了对方。结果大约1分钟后，俄舰又鸣了5次汽笛，紧接着就是4到5发轻武器射击，而且他们当时根本不在碰撞航向上，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枪击警示。双方各执一词，抛开他们各自的描述不谈，其实火力军真的很好奇，一艘12米的民用游艇能对3600吨的军舰构成什么威胁？俄罗斯国防部信誓旦旦说是国际海事法规允许他们这么做，这态度摆明了就是我们知道你们没什么威胁，但是这是英国领海外，我们就是开枪，怎么了？再结合实际一看，那更耐人寻味。刚好英国前2天扣了影子舰队的油轮，扭头那些油轮的护卫舰就在英国领海之外，对英国的游艇开火，如果只是巧合，那也太巧了。所以在火力军看来，这次开火8成还是泄愤，毕竟英国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俄罗斯这些油轮在英吉利海峡穿梭，结果一转眼就扣了俄罗斯的油轮，俄罗斯怎么能咽下这口气？趁着这个机会一开火，既报复了英国，还能警告英国，你拦我们的油轮，我们就打你们的船，管他是军舰还是民用，照打不误。如果你们识相，就乖乖让我们通过英吉利海峡，别想着扣我们的船。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这么干反而证明了一件事，他们拿英国没办法，所以只敢暗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俄罗斯在欧洲这边闹得挺欢，如果我们看向印太，就会发现美国也没闲着，正在澳大利亚下一盘大棋，他们打算在澳大利亚搞一个永久性的军火库。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军方正在维多利亚州的班迪亚纳军事基地里为海军陆战队搞一个永久性的战备武器储备库，注意关键词永久性。这意味着美军在印太地区要看点什么，再也不用从美国本土运弹药了，直接飞澳大利亚，落地就能拿装备。美国海军公布的招标文件显示，这个项目的规划已经相当成熟，3000万美元已经砸下去了，专门建仓库和办公设施，搞关键前沿补给，物资会先放在墨尔本，2027年把仓库建起来，2068年就能满负荷运转。这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在澳大利亚搞这种永久性储备库。冷战时期，他们就开始在全球搞军事物资预制。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陆上储备库马上就会在菲律宾启用，但澳大利亚这个规模要大得多。目前，美国海军正和一家全球防务承包商合作，打算招募约110名工程师、机械师以及物资和安全专家，专门管理这个仓库。按照美国的计划，储备的物资将包括各种装备、弹药和物资，班组操作武器也在内，就是那种需要几个人协同操作的武器，比如重机枪、火箭筒什么的。而且这个设施的定位也值得我们深思。澳大利亚法律不允许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设军事基地，所以这个设施才被定成储备库，而非军事基地。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军轮流驻守澳大利亚，再加上这样一个军火库，其实就差了名分而已。但陆地上的布局只是其中一块拼图，水下有一场重戏。美国海军重启了14年前解放的第3潜艇中队，也就是 CSS-3， 并且直接将其搬到了西澳花园岛上的皇家海军斯特林基地。而这个 CSS-3 的任务就是为英美核潜艇轮驻打前站。从2027年起，最多4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1艘英国基敏级核潜艇将在斯特林基地形成常态化轮驻。美国海军还在西澳建立了美国海军斯特林基地活动司令部，
专门为驻守的美军人员及其家属提供住房、医疗、儿童保育等综合服务。珍珠港海军造船厂与中级维修设施也将在西澳建立专门的维修与后勤单位，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边，一个管存，一个管打。这套组合拳打出来，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俄罗斯还在战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等他们出来的时候，世界格局大概早就变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有可能发展核武器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